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这部动画真火啦！谭健次为曹操配音，声音一开就充满少年气，看的时候真是过瘾。这部三国动画一上映就炸开了话题，首日上线就有网友给出约7.5分的评价，评论区充斥着热血与质疑的声音。制作方把曹操设定成35岁的热血理想主义者，彻底打破以往刻板印象。影片没有给观众一个完美英雄的模板，而是用青春的叙事切入乱世，像给经典添上一抹鲜明的青春色。35岁的曹操成了故事的起点，而不是结束。以往的形象多半是深谋远虑的枭雄，被权力的重量压得沉默。此部作品把他放在36岁到46岁的人生阶段，强调他仍在路上，理想未被岁月碾碎。残破的城墙，燃烧的洛阳，漫长的北上，所有场景都在告诉我们，乱世并非只靠算计胜出，还需要敢于拥抱理想的勇气。曹操站在风雨里，向众人宣布北面我自西向，那一刻似乎把青春的倔强直接摆在了镜头前。整部影片让人看到一个不再是白面奸臣的曹操，而是一个愿意为汉室而战的热血青年。谭健次担任曹操的声音，初看像个争议点，毕竟他是演员，不是专业配音员。公众也担心声音会不会出戏，结果出人意料，谭健次的声线恰恰契合角色的气质。有人说他的嗓音带着少年气，又带着倔强，像是在告诉观众，即便已经站在乱世的门槛，心里仍然有一个未完成的信念。首场情绪的爆发在于他对下定决心时的尾音，以及喊出打的力量感。这种自然的语感，反而让曹操的热血显得真实可信。专业与否，变成了一个被观众反向认可的加分项，证实了气质比资历更重要的道理。官渡之战是影片的高光时刻，但呈现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神仙打架。3层改编让战斗既有历史的影子，也有人性的温度。第一层是时间节点的定位，剧情把历史上9月的关键遭遇压缩并放大，让观众在紧凑的情节中感到紧张而不迷茫。乌云压顶，饥饿的士卒，曹操仍然坚持的画面，传递出一个信息：在最艰难的时刻，耐心等待往往胜于盲目拼命。第二层是战术的直观呈现，霹雳车、圆阵、一字长蛇阵等元素被还原，但画面处理上没有堆砌复杂的术语，而是用镜头的俯视和巨石穿云的画面，帮助观众理解以少胜多的道理，连孩子都能跟着屏幕点头。第三层是情绪的驱动，决战时曹操的指挥部被困，士兵问再打我们就要死了，曹操拉剑大喊打，镜头在他坚毅的面容和士兵的动作位之间切换，热血兴起，观众心跳也跟着加速。最终胜负在镜头外化成一个淡定的注解，胜利并非为了张扬，而是为了向前看。易中天的三国之约在这部作品里被再度落地，不是把历史堆砌成教科书，而是借动画的表达方式，将理想与坚持讲给年轻人听。影片强调不要把曹操拍成完美英雄，因为人都在成长，都有失败与迷茫，核心是如何在失败里找到前进的力量。这样的叙事逻辑，与当代年轻人面临的职场挫折、生活压力有着强烈的共鸣。热血需要理性支撑，理想需要坚持的日常来维持。动画用生动的场景、真诚的情感，把历史人物带进了观众的生活里，变得贴近、真实，也更具备可借鉴性。电影并非简单的历史解读，而是在当代语境下寻找价值。你在工作中遇到瓶颈时，是否也会想起曹操那句眼前的路还得走？当朋友劝你放弃时，是否也会回想起他在乌云压境下的坚持？这部影片给出的答案是：
热血不能盲目，梦想也需要具体的行动来支撑。观众的情感共振来自于对成长之痛的真实体验，而不是对胜负的空想幻觉。据业内观察，互联网讨论区的数据呈现出一个趋势：18到29岁人群的热情度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。有人把曹操视作身边的朋友，愿意把他在乱世中的选择当作自己的镜子来看待。这个现象并非偶然，年轻人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历史知识，而是关于信念、担当与自我价值的综合探讨。影片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可迁移的叙事设计，把历史情节拆解成个人成长的情节线，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完成自我提问和自我激励。就像日常遇到的工作挑战，先认清处境，再厘清目标，然后用行动去验证。生活的背后，社会也在抛出新问题。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，热血还能不能持续？坚持到底的理由是什么？这部作品给出的答案并非简单的拼命三郎，而是把热血转化为可执行的行动力。你可以把曹操的故事看成一面镜子，当你感到迷茫、担忧、疲惫时，记得他在最难时刻仍然选择继续前进的姿态，让热血成为预算表上的动力，而不是情绪化的冲动。在叙事结构上，影片也逐渐把大历史转向小情感，群像关系不再以权力斗争为唯一核心，人物的情感线条被揭示得更清晰。有志向的青年愿意为伙伴付出，有待成长的少年需要导师的点拨，还有在风雨中坚持信念、守护家园的人。这样的设定给了观众一个更全面的曹操形象，既有野心，也有温度，既敢拼命，又懂得反思。结尾处，这次的《三国之约》不再只属于史书和屏幕，它进入了日常生活的对话场景。在团队协作中，我们是否也愿意做那个西向的人？在逆风里寻找正确的时机，在挫折面前，我们是否愿意像他一样，先把路理清，再往前走？电影让我们看到，热血不是冲动，而是一种坚持的勇气，是把喧嚣转化为行动的能力。你愿意把35岁曹操的拼搏带进自己的生活吗？遇到困难时，你会不会像他一样，先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再把脚步迈出去？当你在风雨中站定时，你最想对身边的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